晚上好啊！有人讲撞鬼也要看运气，如果运气不好，遇到红衣厉鬼，应该怎么办？每次看戏时候就看到女子穿着红衣服，然后自杀变成红衣厉鬼来报仇。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其实红衣厉鬼不是最恐怖的，比它更恐怖的都还有。那么怎么区分呢？其实秘密就在于它的颜色。简单讲就是鬼的颜色决定了它的凶残程度。我们就从杀伤力最强的色青鬼开始讲。色青鬼，怨气值5颗星，危险值5颗星。这个色青鬼绝对比那个红衣厉鬼还要可怕10几倍啊！应该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色青鬼是什么鬼，那么我就先和大家讲一个色青鬼的小故事咯。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偏远的甘榜，住着小明和阿莲两夫妻。小明的职业是仵作，简单讲就是在殡仪馆里面收尸的啦。他的家就在殡仪馆的后面而已。小明从小就不爱讲话，甘榜里面的人都叫他木头仔。木头仔就比较穷嘛，所以阿莲对他其实也是很不好的。阿莲每天都看不起他，讲他没有出息。可是小明也没有吭声，每天也就默默地忍受着，算是一个超级好男人了。直到那一天，小明出门送货的时候，走到一半，他就发现他忘记带东西，于是在半路就转回家拿咯。这个时候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他一回到家，他发现他的家的门是开着的哦，而且屋里面还传来一些很奇怪的敲击声哦。推开门一看，竟然看到老婆和阿西在床上运动。以前那个年代要是发生这样的事情，是要张巨龙的。那么小明当时是心软他也不忍心自己的老婆被杀死，于是当时小明就和阿西、阿莲他们在那边尴尬地谈判了一下。最后悲伤欲绝的小明决定做一个最后的好人，他就决定离婚，成全他们。可是当天晚上阿西就越想越怕，他觉得小明就只是口头答应而已。如果小明反口讲出来要怎样办？要是他偷情的事情被发现是会抓去张巨龙的哦。越想越怕，于是当天晚上阿西又偷偷的潜进去了小明的家，然后就用迷魂香把他迷住了。原本阿西是想直接把小明杀死的，可是这个时候又手软下不去手哦。这个时候狠毒的阿莲就和阿西讲，不如我们就直接把他丢进棺材里面拿去埋掉就好了咯。就这样，他们两个就合力的把小明搬进去棺材里面，然后就这样活活的把他埋在泥土里面了。过不久，小明醒来的时候睁开眼睛，却什么也看不见。摸了摸，就只有棺材板，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每天就喝着棺材细缝流下来的黄泥水吊命。他每天就用这双手敲打着棺材里面，直到血肉模糊。每天幻想着有人可以来救他，可是等来的也就只有黑暗的宁静。要死死不去，要活活不来。他明明都放过这对狗男女了，可是他们还是反过来要他的命于是小明就每天在这个极度的痛苦和怨恨里面挣扎着。就这样，他在棺材里面撑了49天，最后带着极大的这个怨恨死去。因为身上的血都带着浓厚的怨气逆行，瞬间他的血就变成了最恐怖的青色。然后最可怕的色青鬼就这样诞生了。他变成色情鬼过后，第一时间当然是找仇人报仇咯。他杀人的方法其实就是千里之内秒杀，得罪他的人可以讲是完全没有活命的机会。可是色情鬼和红衣厉鬼就有一点不一样，
他的仇就算报了也不会停手，他就还是会不断的屠杀他身边的人哦。更恐怖的是，他的法力是真的很强大，基本上所有的法器道器对他都是没有效果的，而且色情鬼几乎是不死不灭的。他就这样一直带着这个怨气在人间游荡，见人就杀。最后啊，传说就是有一个得道的老高僧，他就用尽了他毕生的这个纯阳之气，才勉强的把他杀死了。其实啊，也不一定是在棺材里面的才会变成色情鬼。如果那个人被人用了一些很残忍的手段折磨到奄奄一息又死不去，然后又抛弃在阴气很重的地方，就像是乱葬岗之类的地方，过后那个人就带着极度的怨气，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就这样撑了好几天才断气的。这样的话，他都有机会变成色情鬼。撑得越久，怨气越重，而法力也会越高。那么接下来再来介绍第二种厉鬼，怨气值4颗星，危险值4颗星。大部分鬼戏里面的 BOSS 都是这个红衣厉鬼，他穿着长长的红色衣服，两眼冒血，当然也是有仇必报的。这样的鬼，他的怨气是十分强大的，他不可以像色情鬼这样千里秒杀，可是他还是会飘到仇人面前，然后就……据说被冤枉死的人、感情问题自杀的人，或者被杀的人，都有可能变成厉鬼。绝对不是电影拍的那种穿着红衣自杀就变成厉鬼，不是这样的。死后会变成什么鬼，都还是要看他死后的怨气值来决定的。接下来就到这个黑色的黑影，怨气值3颗星，危险值3颗星。讲到黑色，就给人一种病人的感觉，就感觉是生命没有了明亮的道路，死后就很容易变成黑影。通常啊，一个人如果病魔缠身，也可能是心病，最后病死。如果那个人当时很不甘心，放不下，那么这个不甘心就会转换成怨气，那么怨气越重，就越有可能变成黑影。还有就是一些枉死的人、被杀的人、自杀的人，如果他复仇的心不是那么重，成不了厉鬼，也可能会变成黑影。黑影啊，他们出现在人世间，其实大部分都是因为要找替身。黑影的能力不算是很强大，它不可以直接的对人造成伤害，一般只有在冰冷的水里或者一些阴暗的地方，它才会对人有威胁。接下来就到黄色的黄叶鬼，怨气值3颗星，危险值2颗星。简单讲，这个鬼就是死的时候跟金钱或者物质有关系的，就像是被人抢劫而死啊，或者因为破产跳楼的啦，大部分都是因为对这个金钱执着的太深而产生的怨气，最后他们都有可能变成这个黄叶鬼。一般遇到黄叶鬼的就只有2种人，第一种就是他的仇人，第二种就是被金钱或者物质困扰的人，一般都是面临破产的人，或者欠下一大笔债的人，这些人呢，都会比较容易看见他。至于马来西亚最有名的女鬼啃头事件，以前听老人家讲，这个算是红衣厉鬼，可是我个人就觉得这个应该算是黄叶鬼吧？为什么呢？你们想想看啊，如果这个是红衣厉鬼，那么那个车上那个女主角还不死咩？对不对？那么接下来就到白色的白衣鬼，怨气值2颗星，危险值1颗星。白衣鬼就是我们电影中经常出现的白鬼啦，这些通常都是一些星魂，也就是刚刚死去不久的人变成的。他们对人世间有一点点的留念，或者他们被某一些东西困扰着不能投胎的，那么他们都会变成白衣鬼。白衣鬼基本上是不会害人的，怨气值也不高，一般阳气低的人、时运低的人才会碰到他们的。不过其实白衣鬼也不怎么会害人的，除非你打扰到他。不过一般这样的情况，他就只是出现捉弄你一下而已。可是如果你得罪了他，或者霸占了他的地盘或者他的东西，那么
它一般就会跟着你，它会弄出怪声吓人。你阳气低的时候，它就会现身吓你。它们其实最擅长就是鬼压床了，弄不死你，可是吓死你。不过大部分的白衣鬼也不会跟你太久了，除非他真的是很讨厌你，那么就要找个大师来请他走了。那么接下来再来介绍最后一个灰色的灰心鬼，怨气值1颗星，危险值0星。其实他们就是一些正常死亡过后一段时间，他们就是在那边准备投胎的鬼，他们就像是排队等号码而已。这些鬼其实也是最多的，所以最容易被人看见。灰心鬼对世间也没有什么严重的留念或者舍不得，基本上对人是不会造成任何的伤害或者危险啊。灰心鬼就比较模糊，就算是有阴阳眼的人看他都看不清他的轮廓，很可能我们大家看见了灰心鬼都不会发现他就是灰心鬼。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下次再给大家介绍别的颜色的鬼。拜拜，我们下期见。